sent to wait for so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eight is swaying, sway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They are crazy. Okay, al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the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just your pitch. Prepare for a dream. She wants to win. 可以了啊，谢了。来，谢老大。我提一杯，这杯我随意，你们干了。来，干了。今天请大家吃饭，没有别的，就是开心，就是高兴。老大，你为咱们广告部狠狠出了口恶气。话不是这么说，那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优秀，真的优秀，关键时候没有掉链子，有骨气。来，我提一杯。说实话，今天陈主编喊到我们的时候，我不知道晶晶啊，我是懵的。但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挺住。对了哟，哈哈，就应该给陈开怡搞这么一下。老大，我今天真是太服您了啊！今天，以前不服，服啊，以前也服，一直都服，今天尤其特别的服，五体投地的服。哎呀，展开具体说一下。具体展开说哈，我觉得呀，今天就是总部在跟你打配合，为什么呢？你看啊，那个秦敏，他以为把陈毛头叫出去，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他前脚一出门，嗖，那个邮件就来了，我们一下子全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哎，老大，1分钟不到，那脸啪啪啪啪啪啪的打，那脸都没法看。对，陈开怡啊，以为乔治不在了就能只手遮天，称王称霸。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总部讨厌他的人多了去了，而且他一直把自己当做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怀揣着新闻的梦想，什么内容为王。现在什么时代啊？现在是什么时代？我问你们，你说。自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时代，大众消费精英的时代。哎，对了，所以陈开怡、严凯他们早就被淘汰了啊！焦主编一旦来了，我们吃肉，他们连喝汤的资格都没有。老大，那个萧红雪那么厉害呀？明白人，赚大钱的人，手里的资源大把大把的。我这么说，总部对萧红雪主编寄予厚望，但是你们先喝一杯。但是啥，老大？但是萧红雪主编这一回来到我们盛庄，一定会遭到陈开怡跟严凯的极大的反击。
那么他手里少什么呀？手里少一张扭转乾坤、锁定大局的牌呀。什么牌？我呀，老大说的对，敬这副牌。敬佩。咱俩也不算有交情啊。我这人性格你也应该很清楚。我就想知道个答案：如果萧红雪跟陈开一斗，你会站在哪一边？说实话，盛庄现在已经经不起第2轮的夺权大战了。之前是乔治和陈开怡斗成那样，到最后有什么意义？但这次不一样。争名夺利这种事儿，再不一样能有多不一样？萧红雪这次来，肯定会带来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如果陈开一输的话，这本杂志肯定会被改得面目全非。这好像不应该是你们人力资源部应该操心的事儿吧？我做 HR 15年了，大大小小的事情见多，但我还有个身份，我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所以我希望这本杂志能够沿着现在的这种精神气质延续下去。坐下聊。你怎么就能确定萧红雪的改革一定会让杂志更糟呢？我认为这个行业里没有谁比陈开怡更适合领导这本杂志。你看当年乔治跟陈开怡斗，乔治赢得了领导权，但在内容方面，陈开怡是主导的，乔治从来不过问。但这萧红雪跟陈开怡，我觉得是不能出现固执的局面的。你做内容的应该很清楚吧？我也问你个问题：说，乔治不是一个贪图钱财的人，但总部的通知又说他的账目有问题，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我听说乔治动过一笔公司的钱，数目还挺大，而且去向不明。但是我觉得总部这次查账不是用来清算乔治的，是用来做人事洗牌的，是总部送给萧红雪的一把尚方宝剑，用来震慑管理层这帮人的。陈开怡账不干净吗？干净，但就怕欲加之罪。难道你不认为乔治是欲加之罪吗？什么意思？乔治已经死了，总部对他的定论坐实了他有罪。我不相信，我也不接受。乔治是清白的，我也会还他一个清白。他是个体面人。如果乔治是清白的话，我一定会帮你的。但是你为什么要执念于这件事情呢？先回答你之前那个问题吧。如果萧红雪要对付陈开怡，我站陈开怡这边，同生死共进退。谢谢。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陈开怡，也不是为了咱们俩可以在这儿达成某种交易。就算你不帮我，我也一定会查出真相。我站陈开怡这边，只有一个原因，我也是这本杂志的读者。来，
希望这本杂志一直好下去。菲菲，菲姐，菲菲睡着了，你干什么呢？我就是有一件事没想明白。你说，那衣服上明明有标签的，而且这件事情雪莉提醒过我很多次。我不可能把这种小事弄错的呀。干洗标签是谁写的？我衣服是谁送去干洗店的？我那不就得了？这锅你甩不掉的呀。不是，可是我清楚的记得，我真的没有在那个衣服上放那个标签啊。把纸和笔拿给我。哎，姐，假设，A 是标签，B 是干洗归类，C 是送去干洗，A 加 B 等于 C。A 是你干的，B 也是你干的。那那个加，你认为不是你干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 ，A 和 B 之间还有个 D， 这个 D 有可能是你拿错了，也有可能是你弄混了，还有可能是别人干的。我之所以不能在11点之前睡觉，就是因为你坚持排除了前2种可能，所以最后的可能就是别人干。所以 D 是谁啊？不管他是谁，他肯定知道这件品牌衣服的价值和这件事情的后果，只是他没有想到严凯会这么护着你，所以在这个公式里，严凯是最大的变量，E。变量什么意思啊？好了，我要睡了。接下来的问题你自己想吧。如果你吵我睡觉，我会在你离开公司之前，先把你从这个家里赶出去。晚安。关灯。D 是吧 ？A 加 B等于 C， 中间多了一个 D。老向 ，surprise！ What a surprise！ 车在等了，走吧。还是你细心周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我这么一点小小的癖好？坐飞机坐了那么久，肯定辛苦嘛，所以提前给你准备了一点。在巴黎，我也试过其他刺激嗅觉的东西，贵的便宜的我都试了一轮，就是比不上咱们这儿几块钱一瓶的风油精。
真的很奇妙啊！人的嗅觉真的很忠诚，比视觉、味觉、触觉都来得忠诚。我倒觉得，除了语言，我们所有的感知都一样忠诚。但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却是由语言缔造的，所以忠诚才变得如此稀缺。你说对吧？说吧，费尽心思查我的航班号，怎么凌晨到机场来接我，给我 surprise？ 不会是就是让我搭一个顺风车吧？当年你扶乔治上位做主编，明面上还让我假装跟他斗得死去活来。你说总部希望用这种掣肘的方式进行高层管理，不愿意看到我们太团结。我是你一手招进盛庄的，当时听了你的，从竞争中退了出来，和乔治暗中合作。那个时候，你承诺过，如果有一天乔治不再担任主编，我就是主编。这个承诺还算数吗？主编这个位子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有。以你现在在圈内的声望以及地位，是不是主编重要吗？也就是说，你不打算遵守你的承诺了？我跟总编辑私底下谈过3次，结果并不愉快。我坚持由你接任主编，但是总编辑没有办法说服董事会。乔治的事情弄得大家都很不好看。你也知道我们集团的做事风格，他们认为是被你跟乔治欺骗了。欺骗？乔治的事情不是由你揭发的，他们自然就以为乔治此前所有的违规动作是你默许，甚至你们2个早就串通好了的。这件事情我要是处理不好，连我这个出版人的位子都坐不稳，所以他们坚持主编的人选要从外面空降。萧红雪还没到北京，就算到了北京，这一切也不是最终定局。任命通知已经下达整个集团，萧红雪已经不再是香港版盛庄的主编了，而她的继任人选也已经确定。就算你现在跳出来反对，就算董事会同意，那萧红雪怎么办？我觉得吧，做人做事，吃相不能太难看。说到底，你是不打算遵守你的承诺。你知道我跟萧红雪的关系吗？放心，我不会拿你们的关系做文章，就算斗，也一定正大光明的斗。我知道你不会拿我跟他的关系来为难他，我了解你。但是，毕竟他要空降过来当主编，众目睽睽的，隐婚的事情终究是个雷，哪天会爆也不知道。所以，为了他的事业跟前途，我只能这么做。破釜沉舟，舍车保帅。谢谢你送我，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行程。总部这次的主编任免，我不服，麻烦您转告萧红雪，我会开战。你不再考虑一下？
从你决定不遵守你的承诺开始，我对你再无忠诚可言。既然你这么决定，那么我得提醒你，你的对手就不再是乔红雪，而是整个董事会。你觉得你有胜算吗？没有，所以我的对手只有小红雪。开车。我刚到酒店，他来接我，他说他要跟你开战。我明天最早的一班飞机到北京，见面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啊？越快引陈开怡，对盛庄的伤害越小。行，那我等你。开怡，你很清楚，一旦我决定要支持乔红雪，我就会全力以赴。所以，你不要跟他斗，这个人情算我欠你的。如果斗，你觉得我有几成赢面？我认为，忠诚之所以变得稀缺，不是因为语言不可靠，而是因为欲望往往蒙蔽了理智。从古至今，不论东西，不加节制的欲望，往往导致毁灭。你觉得呢？完了，不会是什么破 CD？ 接电话。哎，菜饭，你出，哎呀，你怎么不叫醒我呀？编辑部老师他们的咖啡你买了吗？你卡帮我打了吗？哎，你都没帮我弄啊？什么？小红雪这么早就来公司了？她这么早来干什么呀？哎呀，我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我那个赶紧出门了，我挂了，拜拜。对了，那萧红雪，今天谁去接她？Mary 姐吧，雪莉说的。他们都是香港人，好沟通。哎呦 ，Mary 姐这个忠心表的呀，真是，说不定是帮魔头刺探军情呢。我怎么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呢？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哎呀，来吧，让我看一下扫地神僧的今日运势。魔头是天蝎座，你最大的敌人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哇，你们说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一天就整得神神叨叨的。说点正经的，哎，鲁帽子今天那边有没有什么动向？鲁帽子从早上一来，屁股就没挨过椅子，在他那小屋里面转悠来转悠去的。那我看来，
萧红雪一到，他立马跪着去迎驾。你们说魔头现在是什么心情啊？要么开打，要么认怂呗，还能有什么心情？主要是他拿什么打呀？啊，怎么打呀？现在全行业都知道了，萧红雪空降过来做主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我要是魔头，我就辞职。就以他现在这个地位，在哪儿不能当主编，非得在这儿看人脸色？啊，魔头要是走了，那我们杂志不就完了吗？完就完了。Helen，什么？萧红雪，他说他被以前套路撒了。等等，今天谁要是不站在魔头这儿，墙头草去帮萧红雪，绝交！开战！对不起。直。开椅。搞咩啊？蔡飞，赶紧过来帮忙。欢迎，热烈欢迎我们新任的主编萧红雪主编！鼓掌，掌声在哪里？快！哎呀，萧红雪主编来了！哎呀，来辛苦了！哎呀，来欢迎萧红雪主编！来，掌声，快！气氛，鼓掌啊！快！起来，手上使劲放一放，快！站起来！哎呀，疯了！快点，起来！快！哎呀，来了，累不累啊？没事，卢总监，我不累。那个实习生开掉啦，根本就是个烧把新来的。我跟你说，他今天最好是不小心。如果让我知道他是故意的，我绝对不会再给严凯一点点面子。说的好像你给过严凯面子似的。不行，我真的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待会就要去找秦明姐，这种人必须马上开掉。你笑什么？你这样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啊，让我想到了你刚进盛装的时候，第一次跟西伟去拍封面明星，看到了你粉了很久的那位天后，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然后你就当着天后的面，把跟品牌借来的腕表掉到了奶茶杯里。天后跟你说，腕表是用来戴的，奶茶是用来喝的。你又着急忙慌去捞表。结果把那个奶茶整个洒在桌子下面，西伟不好的摄影灯全短路。西伟回来在我这儿骂了你快2个多小时。哎，你说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天你也是这样，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当时也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不把马丽开掉？普通话说不利索，做事笨手笨脚。真的假的？是谁？你告诉我是谁？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那天的你也是这样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直晕。不要再说了，这样一直挖苦我有意思吗？玛丽，你觉得我能赢萧红雪吗？我能说真话吗？我的意见是，别跟他斗，算了。因为之前我在香港其实就听过他的一些传闻，比如说他很厉害啦，很有手段什么的。
但是今天我去机场接他，算是我跟他第一次碰面嘛。我们聊了一路上，我觉得以前那些传闻其实都没有讲到重点，就是他其实有一种很令人可怕的气质。什么气质？他让人无法拒绝，而且不是因为怕他，是忍不住会喜欢他。喜欢他？主编，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摄影团队。哎，小潘，主编啊，罗汉，这是我们的图片团队啊，非常重要。做了工作啊，来，走。好，这个是我们的销售部门，销售部门的朋友们，疯了，站起来，快！然后我们的广告部精英中的精英，来，非常会配合，来做工作，非常有效率啊。这个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服装部，哎呦，只有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水梨是吧？主编你好，你们策划的那期牛仔服搭配高级珠宝大片，非常大胆，看起来很创新，其实是回到珠宝和女人的根本关系，是女人驾驭珠宝，而不是被珠宝控制。都是 Mary 姐教的好，加油，好好努力啊！加油，坐下吧。陆总监，那专题组在哪儿？专题组在那边。能带我过去吗？我带你去。严凯，你好，幸会。你好。久仰了，我很喜欢你们的封面故事和大专题的策划。以前在香港版的时候呢，我经常跟那边的同学学，一定要学习你们的策划思路。是吗？我天哪，太会聊天了，都给你聊崩了。非得像你一样笑得跟猴一样才叫会聊天。我们关系特别好，所以经常这样开玩笑。走，我带你去参观一下那个服装的陈列室。等等，严总监，你可以把专题组的同事介绍给我认识吗？都在这边。赵鑫、陈然、顾欢、林亚楠。我的天哪，你们素质太低了吧？有没有礼貌？站起来打个招呼啊！你们好。资深编辑赵鑫。赵鑫，你好。后选秀时代的日与夜做得非常好。那个都是2年前做的了。我一直对选秀的节目很有兴趣的。你那个策划也访问了很多选秀出来的女歌手和艺人，而且用的角度很有趣。你把那些人回归到生活的本来样子。没想到你记得这么清楚啊！好的文章当然要记住呢。这个是陈然。你好。没想到那么年轻漂亮。是还行哈。香港别愣手册，对吗？对，那个是我杜撰写的，那个是我写的，对。10部经典爱情故事电影，10个恋人必须要去的目的地，最重要的是有我喜欢的甜蜜蜜。我也特别喜欢那个甜蜜蜜。对。这2位是林亚楠，我是顾欢。顾欢是负责酒店，林亚楠是负责生活方式。对，没想到连这个您都知道呀。当然了。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OK。喂。是你已经到了，那你就跟前台说是我的朋友吧。好的，谢谢，感谢，拜拜。我准备了一些礼物给大家，刚刚送到。主编，你太客气了。我去。哎，找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呦，还不是那个实习生的事。秦明姐，你赶快把那个开掉了。你别听他瞎说。找我们什么事儿？公司快提前开年会了。什么情况？这萧红雪太厉害了。她有什么啦？她一来就玩攻心术。她
他到公司各个部门走了一圈，公司这么多人，他能叫得出1半的人名来。尤其是内容部那帮姑娘啊，他猛个劲的快啊，那姑娘啊都快飞上天了，估计。现在估计叫她女神了。他怎么花心思的吗？还有呢，丽闺酒店送来一大批糕点，听说是他们酒店的老总知道他第1天上班，让主厨亲自给送过来的。丽闺酒店，对呀，他们家从来都不外送的，而且就算去吃堂食，都要提前3天预定才有位置。不是猛龙不过江啊，这么处心积虑的收买人心。亲爱的，你想好了吗？很难对付的。怕什么？不是还有你们俩吗？走，去看看这个新晋女神的面子有多大。所有人都听我说一下，今天所有的吃的都是我们肖主编特意从外面订来的，大家可以多吃一点。我们感谢肖主编，好不好？来，谢谢肖主编，谢谢肖主编啊！肖主编，你放心，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的，是不是啊？是。来，肖主编，介绍一下啊，公关部的邓总监非常好。我们刚才已经见过了，见过了。幸会啊！酒量很好。真的吗？你能不能说点有用？这么大。哎呀，这是我部门的，年轻一回。谢谢肖主编。哎，不用客气，很年轻啊。谢谢。哎，你们慢慢说。开怡同学，你快点来，我把最好吃、最漂亮那个留给你。啊，这好多再来一个，我就不吃了。你照顾大家继续吃，毕竟现在是工作时间。那我是不是打扰到大家工作？我没有这个意思。当然不打扰啦。肖主编，你这个人就是太细心了，真的想的太多了。哎，卢总监说的对，一点儿都不打扰。还是我们平时管理太松散了，都是我的责任，让你见笑了啊！哎，大家别愣着了，继续吃吧，吃啊！吃。那个专题组差不多了啊，你稿子都交了嘛，赶紧的。你们这什么意思呀？啊，不吃，不吃你至少说声谢谢吧。太没礼貌！老鲁，我找你点事儿。没空。不方便吗？主编，那我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可以。马上回来。开一，我去一下开一。这样，去我的办公室坐一下。哎呀，不知道你今天到，你的办公室还没收拾好，要不去我那儿吧？你好啊，我也想看看时尚大魔头的办公室是怎么样。哪有，我那里很简陋的，什么都没有，跟你们香港版的奢华美的比的。怎么可能？你看你这里，这样才叫奢华啊！香港的办公室呢，才一点点的大。哇，你身材这么好，就是那个一点点办公室练出来的。你才照好呢！你看，皮肤多好，怎么保养的？说哪有保养？大概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吧。真的要学习，心态真好。这一点我就不教你了啊！我现在就剩下心态好了。好，哎，你这个裙子好美呀，颜色真好。我是不是特别傻？是。我是不是特别蠢？是。那我是不是死定了？那倒不一定，傻子也有权利活下去。那你说我到底是自己辞职，还是等他们辞退我？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找沈太医道个歉。不行，我现在脑子乱，我不能去。你不就碰洒了杯咖啡吗？当然魔头肯定很生气，你让他在萧红雪面前那么难堪，可你现在到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哎，你之前跟我说那个弟到底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的事儿跟弟也没有关系啊。那我是不是真的不配待在盛庄？如果你现在放弃，那你肯定就是不配。我想清楚了，我
现在就去找陈开一给他道歉，管他是打我还是骂我，只要能让我留下就行。就这么定了。你慢点跑啊！你刚倒立完。静，主编，我过来跟您道歉。今天早上出去。把门关上。梦幻般浪漫，迷途能返，烟花般绚烂，原地打转。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